钻营，竟他们都不知道这里月第几个了。赶紧干！往里砸死了你忘了？要是让小牡丹听见，非扒了你的皮不可。这徐英平时看起来唯唯诺诺的，让他陪个刘奎，还敢跳河自杀。徐英要是真死，我怎么向奎爷交代？怪不得徐英陪过刘奎的姑娘们没一个能活的，死得可惨了。不结课，养着你们这学费用做什么？就是别说。收到了，收到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人给我捞上来！怎么有两个人？怎么两个人？装死！你给我起来！钱都收了，你敢死？要不把奎爷的钱退回去吧？你觉得奎爷差你那点钱，不叫人整个花园坊都得完？闭紧你们的嘴，不然你们也别想活了。真是具完美的身体。徐英啊，徐英，你以为你死了就能解脱了？我要的不过是你这张脸而已。徐英呐，想不到吧？你这张脸又活过来了，真是鬼斧神工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徐英。只要你能得到奎爷的欢心，我保证像对待亲女儿一样，让你过得舒舒服服。你把我整成这个样子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你别忘了，我捡到你的时候，你不过是个毁了容的破烂货。是，找了全城最好的医生，我还给了你一张漂亮的脸蛋，你该感谢我才对。做梦！我就是死，也不会任你摆布的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让你活着就是为了伺候奎爷的。你要是敢出半点差错，我真让你生不如死。等了你这么久，也都急死了。呸！听说你为了躲我，居然敢跳河，奎爷我就喜欢你这烈气。今天你要是把我伺候舒服了，说不定我还能给你赎了身，做个18房姨太太。别碰我！放开！放开！你找死！臭娘们儿，你死定了！把那个小贱人给我押过来。是。你个不识好歹的贱蹄子！奎爷可是我的大客户，如今他找我华营坊要说法，既然是你捅的娄子，自然由你来解决。把他给我扔进去，钉起来，送给奎爷赔罪。在这花营坊，我就是你的天。谁敢跟我作对，下场只有死。记住了吗？救命！
手！没想到第一个关心我是谁的人是你，凌云。我的容貌被抹去，名字被夺走，所有恶果的起因都源于我的那场充满了谎言和欺骗的婚礼。姑爷都来了，帘子好了吗？百合好了吗？前厅布置好了吗？小姐，你就别操心这些了。今天你就安安心心做最美的新娘。再说，你就这么恨嫁，死丫头！等你有了心爱的人，你就知道了。宋之初是警察局长，他爹宋明是荣城市长，如今娶了荣城第一富商的闺女，宋家以后还真成土皇帝了。你是说梁文斌为了巴结权势，竟然也能干出卖女儿这种破事？说什么呢？梁小姐是我真心所爱，也是我宋之初诚心求娶，所以我对梁小姐的感情不容任何人质疑。今日是我大喜之日，暂且放过你。岳父大人，走。吉时已到。来，我们去那边。李先生今天能来，真是蓬荜生辉，谢谢谢谢。是不是黑老大凌云吗？他怎么来了？不会是来闹事的吧？手上的血都没擦干净就过来。凌云，你好大的架子！这个没搞定，我敢来这儿。我们梁家的婚礼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参加的吗？之初，岳父大人教训的是，但今天大喜的日子，来这都是客。老梁，小辈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处理。来，陪我喝一杯。他就是个老古板，别理他。爹，宋市长，坐，我去看一下梁老爷。李老板那边搞定了，荃湾现在是我们的。荃湾只是开始，日后整个荣城都得是我们的。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梁毅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最好的兄弟凌云，你嫂子梁毅。
蜘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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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是你？也不妨好好想想，如果没有宋之初的安排，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不可能！清醒点吧，嫂子。也记住了，这个世界上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这把刀，就当我送你的新婚礼物。宋之初，你究竟什么意思？爹，爹，爹！我本不想杀你，你非得找死。你醒了？宋之初，我爹呢？你不是看见了吗？死了呀！宋之初，我娘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梁家，你以为你们梁家高门大户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当时接近你，追求你，就是为了你梁家的家业。你所认为的爱情，不过是我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罢了。那是你嫂子，是兄弟，今晚就帮我试他。你爹整天自命清廉，那我就找一个他最看不上的人，来糟蹋他最爱的女人。怎么样，精彩吗？我宋之初想要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？可你呢？一副大小姐模样，整天对我呼来唤去，我看着都恶心。所以你为了羞辱我，竟然把我送上别人的床，甚至杀了我爹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对你百般讨好，做了那么多事情，等的就是这一天，彻底掌控你们梁家。你简直是一个恶魔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好吵啊！你和你爹不过都是棋子罢了。再见了，我的新娘。这世界上最好的邻居，是另外一张活着的我。我是世人眼中的许英，更是从深渊中爬出来的梁毅。你是谁？凌云哥哥，我是许英啊。时至今日，我清晰地意识到，那个曾经的梁毅已经死了。如今的这张脸，是命运给我的筹码。小牡丹走后，我意外发现了徐英的遗书，原来她竟然是凌云的未婚妻。那个新婚之夜，我被宋之初当玩物一般赠予的男人。徐英与凌云意外走散，多年未见。这块龙纹玉佩是凌云送给徐英的信。我假意迎合小牡丹，让她将我带着玉佩的海报张贴出去，就是想赌一把。或许凌云会成为我的救命稻草。停车！
立刻去查这个女人是谁，脖子上的项链哪来的？今晚凌云出现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赌赢了。你是谁？凌云哥哥，我是徐诗。你干的？林先生，虽然你是荣城响当当的人物，可我花迎坊也不是白混的。你敢乱来？既然你喜欢用活人下葬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顶上！我来。这是所有人的卖身契约。即日起，花迎坊就是程云会的，徐音就是你们的老板娘。谁要是不听话，程云会的斧子可不认人。徐音，能不能放过我们？我们也是被逼的。自救为舟，可渡沧海。从今天起，能救你们的只有你们自己。你不是说我是这花迎坊的老板了吗？你可是老大，不会说话不算话吧？你在床上告诉我，世上没有一个好男人。我会向你证明，世上也没有好欺负的女人。你以为一条项链就能骗过我？知不知道，冒充我凌云的女人会死得很惨。我在花迎坊待了那么久，每天都在盼着你来。我不肯解渴，小牡丹就给我上刑。原先的太极已经看不清了，你若是不相信我，现在就杀了我。拉开大荧幕，请开始你做作的演出。在愚蠢的赌徒才会拿爱当我维护，永远是你命运的人。你扮作无辜，先后伤口还历历在目。多虚伪的天赋，太快就揭晓胜负。我把你当作俗，你拿我当查清楚了，她就是徐叔的女儿，3个月前曾经不堪重负跳河自杀，后来被小牡丹救回了花迎坊。
如今我既然坐实了徐英的身份，凌云又是宋之初最好的兄弟，留在成云会，我就一定能找到机会报仇。凌云，你就是凌云从花银坊里救出来的那个徐英吧？宋局长，我知道你，凌云最好的兄弟。你这双眼睛似曾相识啊，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。巧了，宋局长也让我想起一位故人。凌云哥哥，他想轻薄我。啊？之初，她是我的女人，你的弟妹，认识一下。哦，我听说弟妹是从花银坊出来的，今日算是见识到，兄弟之间不分你我。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，但她不行，她是我的。哦。给你熬了汤，尝尝。放下吧。好。进来不知道先敲门啊？什么事儿？没外人，说吧。那你跟我出去说。你们先聊，我出去。怎么神神叨叨的？不是，什么时候我进你房间还得敲门啊？你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兄弟啊！我成外人了，我不方便了是吧？那以后我是不是还得……怎么了这是？婚约的事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这是徐叔临终前我答应的。我知道徐叔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但他毕竟……你什么意思？不干不净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10次也是事实。你要报恩我理解，把他养在家里好吃好喝的供着就好。你要结婚，我不同意。我凌云结婚什么时候需要你同意了？你现在是你一个人吗？你得掂量掂量整个成云会吧。你这是要全城看咱们笑话是吗？咱俩赤手空拳走到今天是为了什么？你忘了吗？刘秀，徐叔叔，徐英的仇我已经替他报了，你们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假扮徐英之事并非我本意，但宋之初害我至此，我必须要为父报仇，还望见谅。爹，
哥把我从华营坊救出来了，他现在名声显赫，你一定要保佑他。虽然他护得了我一生，但我怎么能配得上他一世？以我现在的身份，只会给他带来麻烦。爹，等我伤好了，我就带你回老家，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。谁允许你走？答应过许叔的事，我一定会办的。可我只会给你带来麻烦。整个荣城没人敢动你，我说的。我会一直护着你的。我们结婚，我娶你。此话当真？当然。宋之初，你等着，我和凌云的婚礼就是你的葬礼。哎，刘哥，这些放哪儿？都搬库房去。堆着干啥？搞得城运会乌烟瘴气。大嫂好，都瞎叫什么？都干活，少说话。是。刘秀，这喜帖还没发出去啊？这喜帖也不是说发就能发，在城运会，老大说发才能发。你是说让我把你花营坊的出身散播出去？对，我程云慧凌云即将迎娶的新娘。为什么？难道你就不怕招人闲话？要的就是闲话，而且这闲话越大越好，最好全城皆知。程云慧，姚子慧，你说什么？凌云娶了个妓女，那程云慧不就是姚子慧吗？啊，就是啊！干什么？烧了就说，我被烧了。厉害了，是吧？为了几句闲言碎语跟别人出去干仗，货都被烧了，程云慧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。丢人的又不是我们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他们说话有多难听。他们说你娶个妓女回来，程云慧要改名叫姚子慧。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今天，你能忍兄弟们忍不了？所以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我想是这么想。他外人不能说，你就是这么担兄弟们的？程云慧要不要跟你姓刘啊？死不认错是吗？那就从你开始。老大！不要！此事依我而起，应当我来受罚。别在这加好戏，我可不会领你的情。我华营坊的出身，难免叫人在背后议论，但这是事实。大家都是真性情的兄弟，替自己老大不知。但若真为此事领罚，岂不是寒了大家的心？
这顿饭应该我来收。打！打！婚不婚礼的不重要，咱们程云慧兄弟自己内部喝顿酒，热闹热闹，足够了。你们说呢？大嫂，以后谁再敢胡说，我就撕烂他的嘴！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！我们程云辉的大嫂怎么会见不得人？怎么会见不得人？我一个从深渊泥潭里爬出来的人，怎么会怕别人嘴脏呢？我们的婚礼不但要办，还要风光大办。给我请最尊贵的客人，我要让全荣城的人都知道，你是我林云的女人。我要用我的血来盖住你从前站的你。初次见面时候你慢慢分手，那时候没想过能牵你的手，以为在冷风中走过了那么久，再次见面时候雪花落肩头，没想过这时候也能够拥有一双白手，却不能再相拥。本来就是他们错了，你没必要替他们扛下这顿辫子。他们都是跟着你出生入死的兄弟，要是大家因为我跟你生了嫌隙，这不值得。你是徐音，一切都值得。明天过后，当真相被揭开，你还会觉得一切是值得的。宾客们马上就到了。徐云起来了吗？徐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就算我们要结婚了，你也不能就这样闯进来吧？姨父找我。走。
出去啊！没想到区区3个月时间，我竟然嫁了2回，还是为了同一个人——宋之初。上一次我一心想陪你好好的活，现在只想送你去死。和以前的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不好意思，吓着你了吧？林太太楚楚动人，难怪林先生念念不忘。新婚快乐，我是梁毅。宋之初竟然早就计划好了要安排人顶替我却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原来是宋夫人，那您可真是说笑了。之前您和宋局长的婚礼可是轰动全城呢。喜事变丧事，也不是什么值得提的事儿。林先生真是好福气，近来可好？多谢宋夫人挂心，看你和之初琴瑟和鸣、恩爱有加的样子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没想到婚礼上的匆匆一面，竟惹得林先生如此挂怀。那天林先生英勇的表现，也让我久久不能相忘了。那天晚上，你真的把梁毅送上了凌云的床？所以呢，既然现在你是梁毅，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把他牢牢地捏在手里了。不愧是好兄弟啊，连结婚这种事儿都不肯慢我半步。请吧，宋局长。恭喜啊，老先生，幸福幸福一天。如意也在。我脚痛，去换双鞋。如意定是也被他们蒙骗了，我得赶紧告诉他真相才行。之初，没有什么事非得现在跟我说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？怎么又提这事？不是说了再过段时间？当初可是说好了，你和小姐结婚以后就纳了我。现在小姐都已经不在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？这可是成运会，别乱说话。你究竟还要我等多久？要不是有我在身边帮衬着，陆曼那个蠢女人早就露馅了。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保证你坑害梁家的证据就会闹得满城风雨。我怎么可能不想娶你呢？还不都是因为我爹？如今有任何不好的传闻，都会影响他今年竞选省长。难道说娶我会影响你们宋家的名声吗？我当然不会这么想了。
主要是怕我爹多想。我可是为了你背叛了与我有恩的小姐，你要是敢辜负我，我定是要与你同归于尽的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别说傻话。原来连如意都背叛了我。之初，你去哪儿了？找你半天了。我就在这附近转转。你们俩一直在这儿吗？宋局长是我们的重要嘉宾，您没来不敢开席啊。林夫人的牵挂总让我觉得有点别有用心呢。那天是个误会，林先生说了，您是他最好的兄弟，等会儿我得多敬您2杯。请吧，宋局长。好。夫人的喜好如此一致啊，连换鞋子都换同款。今天，让我们共同见证凌云先生和徐英小姐的神圣婚礼。现在，有请我们的新郎新娘闪亮登场。好。接下来，请新郎新娘致辞。在这重要的日子里，我向徐云小姐承诺，不欺骗，不背叛，我会成为你最信任的人。希望我们能坦诚相待。白头到老。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，在此，我向凌云先生承诺，不欺骗，不背叛，做你最信任之人，白头偕老。徐英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，我会把你当作亲妹妹一样，永远保护你。我愿意。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接下来，请证婚人荣城警察局长宋之初夫妇向2位新人送上祝福，点燃着爱情的烛火，有请。今天是我最好的兄弟凌云的大喜之日，我愿意为我的兄弟以及弟妹点燃这爱情的烛火。宋之初，这次你死定了。小心！李云，凌云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凌云心思这么缜密，爆炸的事一定会怀疑到我身上，我得想个办法才行。
林先生手臂受伤，不可大意。这几天要辛苦林夫人多多留意，伤口不要沾水。我知道了。你刚刚冲上去的时候，我都快吓死了，生怕你出什么意外。难道那宋之初的命比你自己的命还重要吗？你还笑，不理你了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放心，我有分寸。看在你受伤的份上，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宋之初夫妇送回去了，我亲自送的。另外，在咱们城运会不远处垃圾桶里找到了被替换的蛋糕，看来是早有准备。老大，你最近除了华迎芳，还收拾过什么人吗？你觉得凶手的目标是我？不然呢？邀请宋之初夫妇二人点蜡烛，是我们临时商议的，总不能有人提前猜到了我们的心思，想借机对他们下手吧？蛋糕店找了吗？派人去问了，就在我们订蛋糕的第2天，有个蒙着面的女人订购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蛋糕。人找到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接着找。是。你今天早上去哪儿了？你浴室开着窗户洗澡。果然还是没瞒得住你。那，是因为这个。我送你的新婚礼物，喜欢吗？本来昨天晚上就订好了的，老板说因为要刻字，所以我只能今天早上偷偷溜出去拿，还想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。渴了，你帮我倒杯水。好。还记得你爹小时候第一次打你吗？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感觉这次重逢，你跟小时候比变了很。人长大了，自然是会变的。还记得你小时候整天黏着我，你爹为了吓唬你，就把你关了起来。没想到你自己竟然顺着窗户爬了出去。最后我是在后山的破庙里找到的你，你当时哭得可惨了。从那之后，你爹就再也不敢吓我了，跟我说生怕你又离家出走，发生什么意外。我突然好想我爹。抽屉里有份文件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好。还记得那天你为什么哭？还能是因为什么？自然是因为害怕了。那年，你离家出走，逃去了后山庙里。我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吓坏了，抱着我一直哭，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那天我自己待了一夜，害怕极了。华迎坊是你故意引我去的吧？你到底是谁？
刚才你不是在回礼上说我是你最心爱之人吗？转过头就来怀疑我？那张桌子前2天刚刚漆过，底部油漆都没干，你的手刚好摸上去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当年妙语翻新，许云是因为对油漆过敏才会吓哭的。我身上下都是血印，连最心爱之人都不放过。最心爱之人，就你也配？你究竟是谁？接近我有什么目的？爆炸是不是与你有关？你一次性问这么多，我不知道该先回答哪一个。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说还是不说？你要是弄死了我，这辈子都别想知道徐英的事。徐英在哪儿？他已经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小牡丹要把他卖给刘奎，他不敢收入，跳河自尽了。我看你是真的不想活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我骗你有意义吗？我房间里有一封信，是他临死前写给你的，不信你就自己去看。哥哥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我10岁时，你为了救我，受了很重的伤。那时候我就喜欢你了。爹爹临死前为我们定下的婚约，我心中十分欢喜。可我知道，你并不情愿。我遭遇意外，被卖进了花营坊，如今更是没脸见你了。这项链是你当年送我的，现在还给你，婚约就此作废了。凌云哥哥，永别了。我不过是个被命运抛弃的孤女而已。小牡丹为了给刘奎一个交代，把我变成了虚影。在花营坊我没告诉你实情，是因为你当时是唯一可能救我的人。利用我对徐英的亏欠欺骗我，你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。他在哪儿？小牡丹把他丢在乱葬岗，我于心不忍，于是托人把他偷偷葬在了这里。对不起，我找过你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跪下！跪下！磕头。这下你总该相信我了吧？你处心积虑冒充许英嫁给我，又在婚礼上做手脚，还说爆炸跟你没关系，你把我当傻子吗？我和宋之初无冤无仇，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不过就是想借着徐英的身份找个靠山而已。
你觉得我还会相信？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有任何意义。3天，就3天，我把爆炸案的凶手找出来。好，我就给你3天时间。如果你找到凶手，我们之间的事情一笔勾销，你从成员会滚出去。如果你找不到，那么爆炸案就只能是你做。我会让你给徐颖埋葬。一言为定。他回来了吗？还没，他这几天神神秘秘，早出晚归，一直在梁府周边徘徊。梁府，我倒要看看他这3天到底能查出什么东西来。我查到凶手了，是宋夫人的陪嫁丫鬟如意。这么巧啊？怎么证明？宋之初和如意的关系并不简单。今晚子时仙鹤居出，你就把自己的命压在这张纸上。小姐，你怎么天天拿着姑爷的信件看啊？这些年宋之初写的每一封情书，我都历历在目。他的字迹，我再熟悉不过了。没想到今日竟是派上了用场。去会会这个人。是。如意，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放了你。我还没说完，如果你说谎，枪子儿也不会放过你。酒宴的时候没有看到你，去哪儿了？怎么，很难回答吗？我肚子不舒服，所以我离开了一会儿。哦，程云慧的茅房是在东边还是西边？东边。放屁！明明是在北边。蛋糕里的炸弹是你放的，你想害死你家宋局长和宋夫人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是我？我怎么可能去害我家先生和夫人？这是什么？老大，从他身上调查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的，这是什么？我根本就不知道。蛋糕是你订的，那个蒙面的女人原来是你。现在人赃俱获，看你还拿什么抵赖？真的不是我。打到他人为止。是。不是我，你们搞错了，真的不是我。林夫人，你救救我！这真的不是我干的，
你帮我给宋局长传个信，好不好？让他来救我。宋局长，你不是梁家的陪嫁丫鬟吗？怎么不叫你家小姐来救你？宋局长对我家小姐极好，对我们下人更是一视同仁。我一时间没想那么多。是吗？你家小姐待你很好，我与我家小姐一同长大，自然情谊深厚。那你为什么要害她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干什么？这镯子哪里来的？你不记得了吗？小姐，这玉镯子可真好看，喜欢吗？嗯。送你。谢谢小姐。如意，怎么才3个月没见，你连小姐我都认不出了吗？你给我好好看清楚，我到底是谁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小姐明明已经死了。我没死，老天爷可怜我，他让我活着回来找你们报仇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如意，这么多年，我待你亲如姐妹，为了那么个男人，值得吗？支书说了，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他娶你都是他爹逼他的。那个陆曼也只是他找回来代替你的一个傀儡。他最喜欢的人是我，等我过了门，我才是真正的宋夫人。你还真是傻的可以啊！你觉得一个在大昏岛也能杀死自己妻子和岳父的人，他真的会娶你？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梁家的？说，那个顶替我的陆曼是哪里来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是支书带回来的，让我帮着他做事良医的身份。所有坑害我们梁家的人，我要让你们一个一个去给我爹陪葬。你是第一个。小姐，我错了，我不想的，我怀孕了，怀了支书的孩子，求求你别杀我！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听信了支书的规划，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可是孩子是无辜的，你放过我，行吗？我求你了，别杀了我的孩子！你起来吧，我不杀你。多谢小姐不杀之恩，谢谢小姐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就不能继续留在荣城了。我会尽快派人送你离开，不要再回来，否则下次见你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我都听你的。宋局长，人在这边。支书，原来小姐她……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梁家小姐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看你是想当宋夫人想疯了，竟然想嫁死梁姐。支书是小姐她……凶手找到了，到此为止了，你辛苦了。毕竟是梁府的丫鬟，嫂子那边，你嫂子那边我会去说的，你不用管了。支书，你还好吧？
一个下人而已。先走了啊。老大，晚上我们趁着宋之初不在，又在码头开了几箱梁家的货，还是什么都没有查到。你说会不会烟土和他宋之初压根就没有关系？黑市的烟土是从荣城禁烟的第2年开始出现的，也正好那年，宋之初靠着他爸的关系当上了警察局长。更何况这么多年，一点风声都没传出来过，连我都打探不出分毫。这荣城除了宋家还能有谁？和宋家交好的商家，无非就是梁家，可这梁家的货从来没有发现过问题。他宋之初就是有3头6臂，烟土进入荣城，总得有渠道吧？货没问题，不代表梁家没有问题。更何况，梁文斌死得这么蹊跷。难道这人是宋之初杀的？梁文斌在婚礼当天出事，宋之初和他老婆的贴身丫鬟有染，这梁家自诩高门大户，还真是祸不单行。而且这梁家小姐也很反常，连我们都觉得梁文斌的死有蹊跷，可她不仅一点都不怀疑，还任由宋之初摆布。这梁毅可是毕业于南方女子大学，据说梁文斌十分看重这个独女，从小把她当接班人培养。那他是被宋之初的甜言蜜语冲昏了头脑？除非什么？除非现在的宋夫人根本不是梁毅。昨晚担心如意暴露我的身份，一时心急才提起梁毅是假的。一旦宋之初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，定会发现端倪。要是因此暴露了身份，我还如何找他报仇？还是尽快离开这里，再做打算。你说过，找到凶手就放我离开。你说，如意是梁毅的贴身丫鬟，想动手有的是机会，为什么非要选在我们的婚礼上？他就不怕误伤了宋之初吗？他爱而不得，恼羞成怒，想一起杀了呗。哦，想杀了他。凭一张宋之初的纸条就能把他引出来，还真是个痴情种啊！他识破了，可他为什么不直接在宋之初面前揭穿我？他们不是好兄弟吗？宋之初为了表达感谢，邀请我们夫妻去梁府赴宴。我不是许音，也不是你夫人，为什么要去？你说我要是把真相告诉宋之初，你不是林夫人，还诬陷如意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？更何况你对他就不感兴趣吗？换身体面的衣服吧，我在外面等你，夫人。
一旦失去凌云夫人的身份，我想再接近宋之初可就难了。他既然没有揭穿我，想必也是另有打算。或许去梁府会是个机会。夫人怎么会知道去餐厅的路？莫非是来过？富贵人家布局讲究风水，我略懂一些皮毛。花迎芳还教这些？略知一二，上不了台面的。凌云，你们俩还真是新婚燕尔，你侬我侬啊！嫉妒啊！你这副模样最好别被你的小弟们看见，不然谁还会服你啊？还没到饭点，先去打几圈麻将，这边请。走吧。这次要多谢你们二人替我清理门户。得谢我家夫人，是她发现的。林夫人未免手伸得太长了些，女人嘛，还是要把自家的男人看看好。毕竟林先生这么有魅力，别叫那些莺莺燕燕的勾了去。在成云会出的事儿，自然得给宋夫人一个交代。毕竟现在的梁家可经不起风浪。好，我口不择言了。没事儿，弟妹言重，我们两家的关系不用紧张。夫人说的也是，梁老爷刚过世不久，要是嫂子也跟着出事，知初怕是承受不起。外面都在传，林先生娶妻是为了报恩。他爹临死前把他托付给我，让我照顾他。可惜我还是把他弄丢了。那林夫人还真是福大命大。我听说，林先生赶到的时候，你都半只脚踏进棺材了。宋夫人对我的事情这么感兴趣？哼，你这样的人，我有什么好感兴趣的？那你为何将我的事情打听得一清二楚啊？不是对我感兴趣，难不成是对凌云感兴趣？哎呀，没想到弟妹竟是如此妙人，难怪能驯服凌云这匹烈马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林先生，还是不要看走眼了的好。梁玉，清一色，活了。嚯，麻将可是豪门阔太们社交的必要手段，林夫人牌技这么差，怎么能配得上长渊会女主人的身份啊？不会玩牌便是不会算计，女人啊，还是单纯些好。他们夫妻二人情深意笃，你就别在这胡搅蛮缠了，好吗？你的呢？我好你个凌云，为了不点炮，自己的输赢也不要了是吧？瞧瞧，这才叫会算计呢。有时候啊，不能太计较一时的得失，如果形势不利，大可以放弃这一把。只要不输，就一直会有机会。明白了吗，夫人？去哪儿？我去让厨房给你们备些水果。我去帮他。
碧儿，爷爷快来追我呀！你慢点跑！你这个调皮鬼，抓到你了吧？来，姐抱你。转起来了，转起来了，开心吧？破香炉，熏得我连发梢都是死人味儿。大小姐，灵堂舍满百人是祖训。这段时间我日日都做噩梦，我可是梁家大小姐，难道你想让我去给这老东西陪葬吗？大小姐，你这可是大不敬啊！赶紧给我把这些晦气东西扔出去！对了，记得把我新买的玫瑰铺满整个屋子。老爷，对不住了。你是？我是凌云的夫人，恰巧路过。林夫人，您之前是不是来过佛莲？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树那么高，不要往上爬，很危险。认错了没有啊？不认。你罚他晚上不许吃饭。爹爹到底疼不疼惜一儿的性命？你就是老爷的心头肉，他怎么会不疼惜呢？那还不让人吃饭？不吃饭会被饿死的。我与梁家素未相识，从未来过。可能是我老了，眼神不好使了。您这是？我以前就听闻梁老爷德高望重，乐善好施，我敬佩他，还望您给他老人家找个好去处。林夫人有心了，老爷他生前是个大好人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大小姐能幸福快乐的活着。可是，不知道为啥大小姐现在变成了这样。你这是把我们梁府当你们花迎坊的胭脂巷来逛呢？别忘了，你现在已经是林夫人了，可不是花迎坊的头牌了。你打我！你梁家高门大户就是这样的家教。我们梁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这样的人来斥赌。全荣城都知道，我是凌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结婚当日，更是由宋局长亲自当的证婚人。你今日屡次提我花迎坊的出身来贬低我，难道是想打宋局长的脸吗？少在这里给我装蒜！你这种借着男人上位的路子，我见得多了。梁小姐久居深闺，竟然还懂这些啊？男女之间不就那些破事儿？少在这给我丢人现眼！滚！嫂子毕竟是梁家小姐，何必呢？宋夫人，没事吧？你在关心我？怎么样，林夫人？手疼吗？林夫人，
你的先生追着我的妻子出去，你就不好奇他们去干嘛了吗？我相信凌云。啊，那你知不知道他们睡过？之初也是一时着急，宋夫人可……林先生还是可以叫我梁小姐，毕竟大婚当日和我一番云雨之人是你，不是宋之初。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？或许我比凌云更值得信任，只要你跟了我，日后在荣城没人敢欺负你。那晚的事你不生气了？我本来心仪之人就是你，高兴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生气呢？多谢宋局长他来，但我这个人比较死脑筋，认定的事情不会变。宋夫人怕是误会，就算凌云不爱我，我也不会背叛他。我的心里只有我家夫人一人。怎么回事？林夫人真是爱你心切啊，半晌都离不开你，哪知往外寻你，碰到这麻将桌就倒了。疼？要不让家里医生看看，别伤了骨头。不用，我们先告辞了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请夫人看出好戏。夫人可知，戏台上最怕的是什么？无非是唱错词，走错位。错了，是看戏的人分不清戏里戏外。就比如你，看这出双生节会不会入戏太深？这大婚的场景，夫人可觉得眼熟？这负心汉的戏码，夫人可还熟悉？戏文杜撰，何必当真？急什么？好戏才刚开场呢。你猜他下一件会刺向哪儿呢？林先生这般懂戏，不如改行去当个说书先生。妙啊！不如写个替身新娘，讲讲借尸还魂的孤鬼，如何？平人一度，不过是雷霆下雨，大名来呀！哎，慌什么？如此精彩的戏码，不看了。好家伙，如此良师爷，本老问你因何不愿奏太官事？冤枉！才遭负心人抛弃，更去连家父性命。
你强占其躯，就该上刀山，下油锅。若能报仇雪恨，我甘愿与师父超生。喝口茶缓缓，徐夫人。我不喜欢喝苦的。苦？这茶叫回魂香，专治装聋作哑的毛病。夫人这名讳可眼熟？林先生查户部的本事，倒是比听戏厉害很多嘛。不及梁小姐戏演的真切，不如你教教我，活人扮鬼是什么滋味？第3幕该结局了，你来写。你既早知我身份，何必这般折辱？折辱？我是在教你，报仇之前，得先剜了自己的软肋。你可知道，我手指只需轻轻一按，你就没机会报仇了。我赌赢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枪里没有子弹？因为我知道你不想杀我。我为何不想杀你？你心知肚明，婚礼上的炸弹是我放的，却任由我嫁祸给如意。在梁家的时候，你故意留把枪试探我，不就是想看我会不会一时冲动杀了宋之初吗？你明知我是梁毅，却不杀我，也不拿我去跟宋之初谈条件，所以我猜你一定有计划。而且，我能帮你。不愧是梁文斌的女儿，心计这么深。彼此彼此。既然我们都想对付宋之初，不如谈谈合作。我凭什么跟你合作？梁文斌可是死有余辜。你敢侮辱我爹？先生，你摸摸我这身子，烟土还销毁。先生，我就想要点买烟钱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们这些贵人，骨头缝里都渗着毒。小活命就给我滚！荣城禁烟，禁出满城鬼，真是功德无量。可若你梁家就是罪魁祸首，这血还擦得干净？你爹到底在干什么？你没有想过吗？荣城尽是吸食烟土的恶鬼，都是托你梁家之福。爹，这么晚还不歇息啊？有些旧账要理清。你这么晚怎么还没睡啊？屋里怎么有一股怪味啊？有吗？我怎么没闻到？不可能，我爹绝不会做这样的事。
我爹一生最恨燕屠，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失踪之初，是他栽赃嫁祸。栽赃？要我猜，梁文斌和宋之初一个唱白脸禁烟，一个唱红脸贩毒，最后分赃不均，你爹才成了替死鬼。你爹究竟是蠢到被利用，还是贪到丢了命？你心里当真没有半点怀疑？就算我爹瞎了眼，我也要亲手把宋之初的眼珠子挖出来。林先生若只想看见我崩溃，现在就可以去宋家邀功。但若你信我一回，我们一起找出宋之初的破绽。我凭什么跟你合作？凭我是梁家大小姐。梁家？你真以为自己很值钱？宋之初把我害得那么惨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污蔑我爹。恼了？明天你去个地方，看看每天有多少人在吸食烟土，都是拜你爹所赐。记住，想合作，就先学会保住自己的。寂静海面一声潮汐，提醒了他在背上轰鸣。我被抛弃在原地，梦见你冰冷的眼睛，在黑夜中心慌的痕迹。我学着力气，深深逆境，连绵的无语。我好想你，渴望着救赎回忆，却无人问津。疼，再赌，腿废了别找我哭。你轻点儿。现在知道疼了，推倒麻将桌时的胆子呢？抱稳点儿。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的器具如何分判？被寂静海面一声潮汐，提醒了他在背上轰鸣。明天你去个地方，看看每天有多少人在吸食烟土，都是拜你爹所赐。最近风声紧，上头让我们都盯着点，要是见到生人，绝不能放过。门口的，把你手里的烟膏拿进来。
小贱人！葵，你就算化成灰，我也认得你这双眼睛！你干什么？做不成男人，我就拿你的命来祭他！放开我！你们怎么回事？轻点儿，轻点儿，奎爷，轻点儿。奎爷，怎么回事？滚！谢谢奎爷，谢谢奎爷，谢谢奎爷。妈的，真会玩，把烟馆当成窑子了。这刘奎，那玩意儿都没了，还这么来劲儿啊！林先生这戏码演的是熟门熟路啊！就这2下子，还想当我的刀？不对，那声响不是刘奎，走！奎爷死了，快去追！快走！快走！烟膏里怎么会有一股熟悉的味道？我一定要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你疯了！程东，这是要人命的毒，会上瘾的。那你就怕上瘾？武灵芝，怎么会有武灵芝的味道？武灵芝，全城只有我们梁家铺子有武灵芝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爹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你刚才自己都说了，烟土定是混在你们梁家的药材里进的城，更何况这东西这么赚钱，你爹为了逐利很正常。我说了，我爹不会做这种缺德生意。是宋之初，一定是宋之初，我要去告发他。告发？你怎么告发？宋明是荣城的市长，宋之初这些年做了这么多坏事，他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如今宋明竞选省主席在即，肯定会替他摆平。更何况，你就这么相信你爹吗？他为什么把你嫁给宋之初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如果幕后之人就是宋之初，烟馆老板手上一定有他的证据，只要把证据拿到手，就能还我爹一个清白。你是说，他们把烟土混在了什么武灵芝里头？可我们一直查梁家的药材也没发觉啊。伪造成了药膏。这什么帖子？哦，戴家家业邀请了你和宋之初夫妇。不去。当然要去，这是一个破局的好机会。宋之初的烟土肯定还在梁家仓库，他是不会让我们进去的。不过，有一个人会。陆曼，你刚杀了人家，还指望他带你进去？那戴家太太可是个睚眦必报的性格。你不是会写戏吗？
你说，接下来这出戏该怎么演？来，随意，开动。当心袖口。呀，这镯子看着是个稀罕物。林夫人好眼光。这玉镯是我家先生当年送给我的定情之物。戴太太和戴先生的感情还真是羡煞旁人。镯子，我不是戴太太莫怪，姐姐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外界传闻宋夫人与宋局长婚后恩爱大不如前，可是再怎么着也不必见不得人家夫妻和睦吧？宋局长还在这儿呢，一个镯子而已，改日我给你寻个更好的。宋局长莫要见怪，妇道人家说话没个分寸。戴太太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柴火已经够了，是时候添把火了。好曲配好舞，既悦耳又悦目。听闻戴太太是留洋回来的，西洋舞跳得很好吧？算是能看。戴太太的探戈在租界可是传奇。不过要说惊鸿一瞥，当年宋夫人在督军府那曲夜来香，连法国领事都看吃了呢。那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不如今日我与宋夫人共舞一曲，比较一番如何？哎，与其说是比较，倒不如说是让我们大家开开眼。姐姐不必扭扭捏捏。好戏开场了。宋夫人这舞步怎么像刚从乡下戏班子学来的？之前伤了腿，许久没调生疏了。戴太太，见谅。原来如此。宋夫人跳舞真是令我大开眼界。看他们跳舞，我也有一点动心。不如我们也跳上一曲。想做什么？当然是去帮他解围，这样他才能对我们敞开心扉啊。走吧。
你又帮了我一次。再闹下去，你就真不怕得罪宋家了吗？等等我！夫人真是好手段，先把我当枪使，再拿我当饵喂，让自己的老公去勾引前夫的老婆。什么手段重要吗？这世道，能活着就是好手段。我耳环呢？你下次能不能放机灵点？今天差点就露馅了，知道吗？那你也没有上来帮我。不会跳舞，你随便找个借口不行吗？以后离徐英远点。哎，凌云，可别怪我。谁让你这把枪这么好使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深更半夜，夫人摸进我房间，是想死呢，还是想我？林先生若真想要我的命，昨日我误服燕高之时，又何必献我相救？还是说，你怕我死了，你就没有替罪羊了？你以为一个吻就能让我心软？梁毅，你从花迎坊学的那些伎俩，对我没用吗？我看林先生嘴上硬气，你背着宋之初查的那些事儿，就不怕他知道吗？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危险，你我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明天陆曼要来，配合我演场戏。妹妹这请帖写的倒是风雅，就是不知道今日这鸿门宴摆的什么阵仗。姐姐说笑了，前些10日的相处，是妹妹年轻气盛不懂事。昨日代驾这么一番，倒是让我看清楚了豪门太太尖酸刻薄的模样。思来想去，这荣城的贵妇人里头，还是姐姐真性情，值得相交。你如今是常云会的女主人，何必一定要结交什么姐妹？姐姐有所不知，我这婚啊结了等于没结，成日独守空房，也不知我家那位是真萌还是假萌。你是说，凌云并未与你同房？我也是没处吐这苦水。姐姐，我总觉得他心里住着别人。姐姐可曾听说过他跟谁有什么龌龊事？这我上哪知道去啊？不过你家这位倒是挺招人的，看不看得住就靠你自己了。靠我什么呀？我一个孤女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
凌云倒是经常跟我提起，说姐姐不仅人长得好看，还出身富家，如今又成了梁家家主，掌管整个梁家的生意，生活上和生意上都能帮得上宋局长，是世上难寻的好妻子。他当真这么说？我呀，要是能及得上姐姐半分也好。这不是林先生的车吗？我今日登门拜访，总要去打声招呼才合礼数。我平时在成云会无聊得很，这小弟们呀，看似叫我一声大嫂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我不过是凌云恩人的女儿罢了。姐姐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没事常来玩，咱们姐妹也说说话解解闷儿。那是自然，妹妹到时候可别嫌我烦就好。姐姐哪里的话，你愿意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哎，刚才还在呢。李妈，哎，去请先生过来。啊，好的。林先生看着杀气腾腾的一个人，这房间倒是布置得很雅致。是啊，他可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跟在我爹身后的小混混了，所以才嫌弃我了吧？宋夫人，这是什么？耳坠。我当然知道这是耳坠，我问你这是谁的？不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，我没有这种东西。跟你结婚这么久，你给我买过什么贵重首饰吗？全是些镀金镀银的廉价玩意儿。说，这到底是哪个野女人的？竟然还藏在身边，睹物思人是不是？你跟我结婚的时候说过，这辈子只有我一个人的。你现在想要三妻四妾了？不想过了就明说，把我放在家里当摆设，自己去找野女人厮混。凌云，你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吗？你够了！姐姐，姐姐，你给我评评理。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个野女人交出来，我就吊死在成云会大门口。妹妹，你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？姐姐，你看我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或许这是个误会呢。这样，我替你问问他。李妈，把你们夫人带下去。姐姐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放心。凌云，你个王八蛋，负心汉！你在干什么？昨日我的耳坠掉了，没想到是在林先生这里。原来是宋夫人。昨日你又帮了我一次。帮你的是我家夫人。今日我算是见识到林先生与夫人是如何恩爱的了。凌云，体面都是做给外人看的，心在哪里，只有自己知道，又何苦嘴硬呢？堂堂梁家小姐，除了乱搞男女关系，没有别的手段了是吗？要怪就怪林先生魅力太大，惹得那陆曼满心满眼都是。要说乱搞男女关系，我可比不上你和宋之初啊。
我当时上的谁的床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全城都知道你是我夫人，亲手把自己的老公推给别的女人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这夫人不过是个名头而已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你不说我还忘了，你是宋夫人，跟宋之初可是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、喜结连理的关系。你去勾引宋之初，不是更好吗？妹妹，姐姐帮我问清楚了没有？她究竟招惹了什么野女人？妹妹，听我一句劝，男人嘛，终归是要偷吃的了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日子嘛才过得下去。姐姐，你说，我是不是太不会心疼人了，才叫他在外面动了那些歪心思？我见他这几日总是无端生气，怕是气血不畅。姐姐不如带我去梁家铺子里开点药，我给他熬上，但愿他能回心转意。只怕身病好治，心病难医。那妹妹跟我来吧。多谢姐姐。来了，大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是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如今可是梁家的家主，怎么没病就不能来了吗？还是说你盼望着我生病呢？是小的说错话了，大小姐您别动气。既然你已经知道错了，便只罚你1个月工钱就好。怎么，我如今说话不管用了？哪里，大小姐教训的是，小的自愿受罚。这还差不多，给林夫人开一副治疗气血淤堵的方子。是。姐姐好威风。我听说梁家有一株极其珍贵的5裂黄连，不知能否有幸看上一眼？这有什么问题？妹妹随我来就是。大小姐，你不能进去！闪开！你给我闪开！掌柜的，大小姐非要闯进来，我这……小姐，姑爷吩咐了，仓库除了她以外，谁都不让进。我也不行吗？姑爷是说谁都不行，你就别叫小的为难了。姐姐，算了，看来这梁家还是姐夫当家做主。笑话，这是梁家的铺子，我是梁家的家主，他宋之初不过就是我们梁家的女婿罢了，凭什么我得听他的？大小姐，您别生气，要不我派人去把姑爷找来。不要，我今天就非得做一回主不可！闪开！快去通知姑爷。是。你自己去看吧。多谢姐姐。没想到库里还藏着这些好东西，该早些来才是。烟土果然还在仓库里，看来要尽快想办法通过陆曼把货运出去。小姐，姑爷来了。之初，宋局长。时候不早了，我送林夫人回去吧。请。
慢走啊。林夫人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。宋局长但说无妨。为什么故意接近我夫人？宋局长误会了，我与宋夫人一见如故。如意死的那天跟你说什么？不过是人无住时说的风言风语罢了，我并未放在心上。别装了，上次在戴家你就故意让梁爷上台煮酒，今日又是一番设计，我还真小看你。宋局长，有话好说，您先把手放开。怎么？你不是花银坊出来的吗？这才嫁给林玉没几天就忘了老本行了。宋局长，麻烦你放尊重点儿，我是凌云的夫人。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他凌云会不会为了你这么个女人跟我翻脸。放开！现在。我带你回家。初次见面时候礼貌的颔首，那时候没想过能牵你的手，依偎在冷风中，走过了那么。你不得好死！我一定要报这深仇大恨。太太，太太，姨妈怎么了？先生，太太已经在屋里洗了快1个时辰了，门还锁了，叫她也没反应。没事吧？太太，说话！太太，太太。干什么？还好吗？出去！用不着你偷救我，凌云，没有你，我也一样可以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各行其事，互不干涉。我会尽快离开。这才结婚没几天，你就想离家出走？本来就是假的，我走了你就不用每天看我不顺眼。你不是一心想借我做靠山，报复宋之初吗？没了程云会大嫂的身份，你拿什么报仇？没有你，我不是照样查到了烟土吗？当初答应合作的是你，如今嫌我手段肮脏的也是你，你也太自以为是了。既趟了这猫浑水，掌舵便在我掌心。现在赶着下船，休想！去哪儿？出去逛逛，不用给你报备吧？吃了再走。
没胃口。李妈忙活了一上午，做了这一桌子菜。我不是说菜没胃口。大嫂，去哪儿？我陪你。用不着。大嫂，别让我难做，跟老大没法交代。怎么，你老大让你看着我？让他走。真放心啊？跟上。啊？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把人给我盯住了！程云慧老大玩跟踪？去。啊，好好好，我跟。哎，太太来了。我倒要看看你鬼鬼祟祟的有什么毛病。衣裳做好了吗？哎，做好了。昨晚加工加点做的，尺寸都是按照您提供的。要是孩子能来量一下，会更准确。快帮我包起来吧。哎，好。太太，衣服包好了。啊，谢谢。慢走啊。你就没有点别的招数吗？跟你学的。都说好了互不干涉，林先生还是守好自己的底线吧。好心当你是干夫人，有本事别回来求我。娘，我每天都好想你，你能不能多回来看看我？小关关，娘也很想你。你干什么？净带这些没用的东西！你不是说来这里唱戏赚钱的吗？我看你是在外面找什么野男人了吧？看来让陆曼出货的办法有了。臭婊子！娘，我问你，小光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要不是我当年替你赎身，现在你还在陪酒呢。现在轮到你这个婊子教训起我来了。钱呢？什么时候能有钱？我告诉你，你再敢动小光一根手指头，我跟你拼了！老子天天闷在这破院里头，无聊死了。你要是再不拿钱来，我就带着小光去找你那个姘头，把你这点破事全给你抖出去。陆有才，你给我搞清楚，这么久以来，一直都是我在拿钱养着你。哎呦，怎么着？轮到你这个婊子教训起我来了是吧？住手！还挺热闹。妹妹，没想到姐姐还藏着这么多秘密。要是宋局长知道了，是惊喜还是惊吓呢？
妹妹，看在咱俩的情分上，帮你保密，有什么好处？这些，你想要什么尽管提，以后我的就是你的。姐姐还真是大方，只不过我的也早就是你的了吧？你放心，以后我和凌云绝不再有瓜葛。我对那些不感兴趣。那你想要什么？药材。药材嘛，梁家铺子里有的是。妹妹想要什么，尽管跟我说，我去取就是了。我要的很多，上次在仓库里看到的10几箱5灵芝，我全都要。你要那些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单纯喜欢。怎么，不行？妹妹，你也知道，这面子上我虽然是梁家小姐，可自从我嫁给宋之初后，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交给他打理了，那货也是他的，我恐怕做不得主。哦，那我便去找宋局长。哎，等等，你给我些时间。好，但我这个人性子急，嘴巴大，我会尽快的。这冰种帝王绿可是稀有的很，姐姐属实配不上，别下次叫你那聘夫打碎了，多可惜呀！妹妹先替你收着了。叶儿，这边。爹爹真好笑，一份礼物而已，还要偷偷摸摸的。哎，这可是我为你18岁生日准备的礼物，这仪式感还是要有的。打开。我还当是什么呢，爹爹？这是你们老人家才会喜欢的东西。你这个丫头，这是爹特意为你准备的冰种帝王绿。我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的，特意请苏州的老师傅定制的。手拿过来，这翡翠硬而不脆，像极了我的意儿。爹希望这只镯子保佑你平平安安，一生顺遂。爹，叶儿好想你。哎，筹运会老大，你好。你喝醉了？我没醉，我还能走直线，我还可以侧着走，倒着走。别闹了，我们回家。回家？我没有家了，没有家。
好香，我要吃糕。我要吃糕，好香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。爹爹每次一买都给我买好多。我要吃糕，我要吃糕。很晚了，人家打烊了。不行，我要吃糕，我就是要吃糕。我现在就想吃，我要吃糕，我要吃糕。来了，林先生，我来买糕。这么晚？这次遇见，诉情伤片面，日月星辰，我也为思念。寂寞成风，雨秋雨浓，看破了万重哀伤，皆成空。两人情深，驻足心底，无处藏身。姐，喝了。蜂蜜水，醒酒的。昨晚你喝了多少？醉成那样。昨晚的事我一点都不记得。都不记得了？我衣服谁换的？凌云，我们之间本来就是一场交易，你不必事无巨细关心我。记住你说的话，要是惹出了麻烦，我可不会替你善后。老大，滚！我要雇10个兄弟，多少钱？这么标致的小娘子，不如先陪爷。这单我结了，31位，现结。成交，一人一套换上，待会儿你们就装作成云会的人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大嫂要是断一根头发丝，你们就自行了断。是。还有，别暴露身份，谁要是让大嫂给认出来了，一样自行了断。是。去吧，去吧。放心吧，老大，这波都是咱们码头上的兄弟，大嫂肯定认不出来。咱这是自己演自己啊！废什么话？大嫂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挺像那么回事的。必须的，我们是专业。你们得快一些，今天铺子刚盘点完，我支开餐馆回去休息，最多就半个时辰。
知道了。今晚的事辛苦你们了。不行不行，大嫂，这不合适。你叫我什么？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谢谢夫人，我这兄弟脑子不好啊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大嫂应该没察觉吧？看样子是没有，那就好，否则拉他知道了，非得。接下来就看大鱼入不入这张网了。先生是程云会的人。这打火机是凌云的贴身之物，你说我是谁？哎呦，原来是程云会的二当家刘烨，小的有眼无珠。有人托我来问问你，是喜欢楠木还是柳木棺材？刘爷说笑了，我这小小烟馆能经营这么多年，那也是有些门道的。我们老大跟宋之初是什么关系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不瞒你说，就是宋之初要买你的命。别以为你三言两语就骗得了我。来看看这是什么？想必你看到这个很眼熟吧？他承诺给你的货，如今可是在我们程云会的仓库里头堆着呢。不可能，当初我们说好的独家合作。还没明白吗？宋之初是想换条线路经营了，生意场上的事，你比我懂，不是吗？宋之初这个王八蛋，这些年我替他干这些脏活累活，都是他拿大头，我不过是想涨点佣金，他却说生意给我做是给我脸。你死了，我也是兔死狐悲。咱们呀，都是老大手下的小喽啰，怪就怪咱们自己没本事，总归手里没点能拿得住人的东西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什么？能拿得住宋之初的东西。我有一本账本，记录了这些年宋之初跟我的每一笔生意。一旦里面的内容曝光，宋之初这警察局长也就当不成了。我跟你做个交易，你放我离开，我把账本给你，就当做你日后的护身符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我也省得留下一遭罪孽。我这就去拿。你放心，我绝无半句假话。抓紧时间走。是谁在这冒充我程云会的人？林爷，敢偷我的东西，你怕是不要命了？好你个臭小子，敢骗到我头上来，老子今天非得！夫人，这角色扮演的游戏好玩吗？是他自己眼下将我认作刘秀，我又没承认。操！敢给老子下套，我弄死你！哎呀！刘秀，老大，有人要跟你嫂子拼命，送他一程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小狐狸，下次要什么直接跟我说。
都知道。我说吧，我爹跟这些事情没有任何关系，我相信他。我相信你。还请明天替我召开一场记者发布会，把账本公开，把宋之初的恶行公之于众。好，我会安排妥当的。那天你是装醉。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好吧，你要是觉得亏了的话，我还你一个就是了。梁毅，这种事情是可以拿来交易的吗？那么随便的吗？我你和我错过在很多路口，一步步一个回头，微笑相望却不再停留，大雪没过肩头。初次见面时候礼貌的颔首，那时候没想过能牵你的手，依偎在冷风中。小光，娘，小光，你放开他！这就是你说的无亲无故，胆子肥了，偷我的货换钱来养活他们是吧？孩子是无辜的，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？娘，知不知道你把他们俩养在这儿，万一被人看见了，你梁家小姐的身份就保不住了。不会的，我每次来都很小心的。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只有死人才能守住命运。娘，是徐毅带着成员会的人牵走了你的货。你说什么？宋局长，为什么？你问的哪件事儿？我们不是同路人吗？你真的想要和我并肩而行吗？大家都是聪明人，没必要自欺欺人了吧？告诉我为什么？你这人就是性子急了些，沉不住气。我不是来听你说废话的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宋局长还记得这个伤痕是怎么来的？恭喜宋警长新官上任，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哼，就你小子把人家铺子砸了，狗官！你，哎，陈三骂的是我，又不是你，上一边去。没事啊，没事。
赶紧认了吧，少受点罪啊！哎，我看你是嫌命太长了是吧？行，我今天陪你玩一会儿。来，我看你能赢多久。啊！当年那条赖皮狗是你啊！说吧，到底怎么样才肯交出账本？宋局长还不了解我吗？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宋之初身败名裂。凌云涉嫌私运烟土，立即逮捕，如有违抗，就地处决。谁敢？你还是和当年一样卑鄙，宋局长。当年你就斗不过我，如今也一样。来人，带走！走。别担心。明天上午10点之前，我要是见不到账本，程银辉就等着给凌云收尸。大嫂，老大特意叮嘱我，账本对你很重要，你只管开这记者会，就老大的事交给我们。我带你回家。原来你早就想好要替我扛下一切。我一心想要找宋之初报仇，如今距离胜利只差最后一步，报仇和凌云，我到底该怎么选？你所认为的爱情，不过是我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罢了。我们好久没这样见面了。没有证据就想动私刑，你就不怕我带着伤出去？我程运会的兄弟们找你算账。你真的认为自己能活着出去吗？不过你说对了，
我们的账是该好好算算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好的兄弟，我把老婆都给你了，你却骗了我这么久。你看看你现在狼狈的样子，凭什么和我斗？记者会结束，咱俩谁比谁狼狈还不一定呢。你们都听说了吗？黑市的烟馆被端，惊动了省里。小道消息称，宋局长是幕后黑手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昨晚连凌云都被抓了，不知道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？今天这记者会说是要公开一本私密账本，这荣城啊，看来是要变天了。出来！林夫人，听说你要公开一本账本，是不是与荣城再次发现烟土有关？宋局长是不是罪魁祸首？你现在凌云为什么被抓呢？账本上都记录了什么？能不能公之于众啊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账本上真的是烟土交易记录吗？林夫人，你就告诉我们吧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，就告诉我们吧。没错啊，夫人。没法做无辜，鲜红伤口还历历在目。